我和妹妹同时觉醒了2个系统，一个是清空系统，可以消耗体力清除一切，而另一个则是拥有空间的同货系统。作为哥哥的我心疼妹妹从小体弱，选择了会透支体力的清空系统，妹妹则选择了囤货系统。谁知1周后末世降临，极寒与尸潮肆虐，我靠着清空系统拼命清除丧尸，很快就成为了城市的英雄，而妹妹则只能在后方当着仓库管理员。就在一次尸潮中，我重伤倒地需要物资救命时，却发现妹妹锁死了安全屋。她默然看着我说：凭什么你能成为英雄，而我则只能当个仓库管理员？当我再次睁开眼，妹妹却抢先选择了清空系统。见状，我知道她也重生了。我笑了，她根本不知道清空系统的代价。使用清空系统会消耗大量的体力，即便是拥有强悍身体素质的我，使用后也会虚弱的如同大病一场。而她这种连瓶盖都拧不开的娇小姐，用一次恐怕就要瘫在床上3天。刚睁开眼的我就听见妹妹说道：哥，那个红色的我要了。她像个怕被抢走玩具的孩子，伸手迅速抓向右边的清空系统，手指触碰到红色图标的瞬间，她脸上露出了狂喜的笑容。这一世轮到我来当被世人敬仰的英雄了。随后回头看向我的眼神里充满了得意和轻蔑。傻哥哥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最强的能力已经被我拿走了，这一世轮到你来求我了。我慢悠悠地走向了那个被遗弃的囤货系统。青青，你确定要选那个吗？那个看起来像是战斗类型的，会很辛苦。当获得神迹的景青此刻膨胀到了极点，他撩了一下头发，故作懂事地说：哥，我也想通了，从小到大都是你保护我，这次换我来保护你吧。这种打打杀杀的脏活累活我来做就好。那个金色的大概就是个储物空间吧，适合你这种细心的人，你就负责管管后勤好了。保护我？我心中冷笑，是想把我也变成你的工具，然后像上一世我保护你那样榨干我的价值吧。我没再理他，伸出手指轻轻触碰眼前的金色符号，随后一道温暖的金光瞬间包裹住我。系统绑定成功，宿主锦不凡，能力无限囤货，初级，距离末世降临还有167小时59分。同时已经绑定成功的景青一脸兴奋，对着空气挥舞着手臂，茶几上的水晶烟灰灯瞬间消失。景青脸色一白，捂着胸口喘了口气，但随即又露出了狂喜的表情。真的是真的，我拥有那个力量了。他转头看向我，眼神中不再有以往的依赖，而是赤裸裸的傲慢。哥，我有点累，帮我倒杯水，另外把爸妈留下的那张银行卡给我，我要出去买点东西准备一下。那语气仿佛是在吩咐一个下人。我看着这个前世把自己推向深渊的亲妹妹，缓缓吐出一个字：滚。空气在这一秒凝固，景青脸上的笑容僵住了，他甚至怀疑自己听错了。从小到大，我对他可谓是100%的顺。哥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是不是还在怪我抢了那个红色的系统？可是我也是为了保护你啊。我说滚出去。我站起身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景青，还有，这里是我家，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，限你10分钟内收拾好你的东西，滚出这里。你疯了吗？景青终于装不下去了。这是爸妈的房子，凭什么赶我走？而且我现在可是觉醒了最强的异能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末世马上就要来了，只有我能保护你。你现在得罪我，到时候求我，我都不会管你。他太自信了，以为我还会像前世一样跪舔他。我笑着一步步逼近景青，直到把他逼退到墙角。最强的异能，我猛地一拳砸在景青耳边的墙壁上，随着一声巨响，景青吓得尖叫一声，抱头蹲下。你所谓的异能，就是把你那几件破衣服变没吗？你是不是忘了，你的异能只能清空，不能变出食物？7天后气温会降到-60度，没有吃的穿的，你就算能把整栋楼都变没，你也得冻死饿死。景青浑身一颤，他确实忽略了这个问题，但他很快又梗着脖子喊道：那又怎样？我可以去抢，谁敢不给我物资，我就让他消失。倒是你守着个破仓库有什么用？到时候还不是得靠我？是吗？那祝你好运。我懒得再跟他废话，走到大门前一把拉开门，现在立刻滚，否则我会叫保安把你拖出去。别忘了，现在还是法治社会，私闯民宅我是可以报警的。景青看着我决绝的背影，眼中的怨毒几乎要溢出来。好得很，既然你这么绝情，那就别怪我无意。等末世来了，我看你拿着一堆破烂怎么求我。景不凡，你别后悔。景青冲进房间，胡乱塞进箱子几件衣服和首饰，拖着行李箱气急败坏地冲出了大门。临走前，他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这一世，我要让你像条狗一样死在我面前。大门重重关上，我靠在门板上，长长的呼出一口浊气。第一步切割完成，没了这个时刻准备背刺的白眼狼，我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大战一场了。随后我拿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，2026年1月15日上午10点，距离末世降临还有整整7天。我把手里价值约800万的房子挂在了网上8折出手，再加上父母留下的遗产大概有1100万，想要打造一个能抵御-70度极寒，防得住丧尸潮的末日堡垒，还要囤积足够一个人挥霍几辈子的物资，这点钱连塞牙缝都不够。随后我给银行打去电话，把公司股份和现在的房子全抵押了，又拨通了几个民间借贷的电话，然后把各大网贷平台以及信用卡全部掏空。我就像个疯狂的赌徒，短短1个下午，我手里的流动资金已经达到了1600万，差不多了。看着银行卡里那一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字，我没有丝毫的激动，只有一种紧迫感。钱只是废纸，只有换成物理资才是命。我开着那辆还没来得及卖掉的越野车直奔城郊，我的目标
标很明确，西郊废弃冷链物流园，那里曾是全市最大的冷库基地，后来因为老板卷款跑路而荒废。那个地方位置偏僻，周围地势开阔，易守难攻。上一世那里被一个黑东团伙占据，成了后期最大的幸存者基地之一。这一世它是我的了。我找到了看管场地的老大爷，直接甩出2万块现金，告诉他想租下来做半个月的恐怖密室逃脱场地布置，而且不走合同，只要钥匙。看着厚厚的一叠红钞票，老大爷笑得假牙都快掉了，二话不说交出了钥匙。拿到钥匙的第一时间，我反锁了大门，走进那个巨大的地下冷库。虽然废弃了2年，但因为处于地下10米，这里依然阴冷潮湿，面积大概有3000平米，层高8米。系统扫描当前空间，我在心中默念，扫描完成，发现半封闭地下空间，如何安全屋改造基础条件，是否开启空间锚定。锚定后，本空间将作为现实世界的物资中转站，您可以随时通过意念将外界物资直接传送至此，或将系统空间内物资释放于此。锚定，搞定场地，接下来就是填满它。我直接开车去了本市最大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，疯狂地购买物资。我的疯狂采购行为轰动了整个批发市场，一个神秘的年轻人像是在搞批发一样搞批发，甚至引起了市场管理处的注意。但我早已准备好了一套说辞，我告诉他们这是给偏远山区的几个大型矿场做年度物资储备的，而且马上要封山了，必须这几天备齐。在这个金钱开路的时代，只要钱到位，理由哪怕再扯淡也会有人帮你圆。夜幕降临，第一批满载着物资的重卡开进了西郊废弃工厂。等到所有工人卸完货离开，我把铁门重新锁上。偌大的冷库里堆满了如同小山般的物资。我走到那一堆高达5米的大米山前，抬起手掌心贴在最下面的一袋米上，收。随后眼前那堆积如山的50吨大米瞬间凭空消失。我闭上眼，意识全入系统空间。只见在那个无限的白色空间里，50吨大米正静静地悬浮在半空中，保持着刚才堆叠的形状。在这里时间是静止的，哪怕过了100年，这米煮出来依然是心里的口感，爽。我忍不住低吼了一声，这种将万物收入囊中，掌控一切的快感简直让人着迷。但这仅仅是开始，零下60度的极寒，没有热源，这些食物就是冻硬的石头。我又找朋友购买了1万吨无烟煤、柴油以及太阳能板跟发电机，还有7天。我不仅要在这个冷库里囤积够吃10辈子的食物，还要把它改造成一个连核弹都炸不开的恒温堡垒。就在这时，手机来了一条消息，发信人是景清，内容是一张照片，照片里他和他的学长陈旭正坐在一家高档法餐厅里。可怜的哥哥被赶出家门后，是不是只能吃泡面了？我和学长在庆祝我们的新生活呢。你要是现在跪下来求我，我也许会考虑分你一块面包。我看着屏幕，嘴角勾起一抹嘲弄的笑意，吃吧，多吃点，这是你们这辈子最后一顿能称之为人饭的晚餐。我随手回了2个字，多穿点，然后直接拉黑关机。我站在2楼的悬空铁架走廊上，几十个工人像工蚁一样在这个钢铁巨兽的腹腔里忙碌着。老板，你这要求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？说话的人叫老黑，本是手里路子最野的包工头。此刻看着手里那张密密麻麻的图纸，老黑也是一脸便秘的表情。全屋加装50厘米厚的航空及气凝胶保温层，还要在这个基础上内衬2层20毫米的防弹钢板。这规格你是防原子弹呢，还是防哥斯拉？而且你要把原本的通风口全部封死，只留2个加装了核生化过滤系统的进气口。老黑抹了一把头上的汗，兄弟，这造价可不是小数目，钱已经打到你账上了，500万预付款，我要你3天内完工，所有的材料必须用现货，没有现货就去拆别的工地的，我出3倍价格不差价。我转过头盯着老黑的眼睛，只有一条规矩，别问为什么，别拍照，别发朋友圈，完工后再给你200万封口费。老黑的喉结剧烈滚动了一下，700万，这相当于他平时2年的利润。得嘞，老板你就是我亲爹，既然您这么痛快，我老黑也把话撂这儿，3天后要是交不了工，我把头拧下来给你当球踢。看着老黑打了鸡血一样的背影，我心中毫无波澜。我要打造的不仅仅是一个避难所，而是一个独立于末世之外的生态系统。走到厂房的角落，那里堆放着刚送来的一批特殊货物，巨大的木箱被撬开，露出里面黑沉沉的金属光泽。这不是普通的钢材，而是通过特殊渠道搞来的高压电网发生器和军用机防爆玻璃。末世初期最可怕的不是丧尸，而是人心。当饥饿和寒冷把人逼成野兽时，普通的卷帘门在暴徒面前就像纸一样脆弱。系统把这些建材全部收纳，然后按照图纸位置进行空间微调。趁着工人们去吃饭的空档，我手指轻触那些沉重的防爆玻璃，数十吨重的物资瞬间消失，随即在系统的精准操控下，无缝嵌入了厂房顶部的采光窗位去。随着最后一辆工程车驶离，巨大的铁门缓缓关闭。站在这个完全属于我的钢铁堡垒中央，看着满屋子堆积如山的物资，还不够，远远不够。我看了一眼手机余额，只剩下不到50万了。正规渠道的购买力已经枯竭，接下来就是零元垛的狂欢夜。凌晨2点的东港保税物流中心，这里是城市最大的进出口物资集散地，数以万计的集装箱像积木一样堆叠在码头上，里面装着从世界各地运来的顶级物资。却一晚，我几乎端空了半个保税区的高价值仓库，直到大脑传来一阵微微的刺痛，那是精神力使用过度的警告。无奈我这才意犹未尽的停手。就在我准备撤离时，突然一阵嘈杂的引擎声打破了夜的宁静，几辆黑色的改装越野车呼啸着冲进了港口，停在不远处的一个
个隐蔽仓库前，车门打开，下来10几个纹着纹身、为首的一个光头正在大声呵斥手下搬运东西，动作快点！龙哥说了，这批货今晚必须运走，上面最近盯得紧。他们搬运的箱子上印着醒目的危险品标志。我眯起眼睛，启动了系统的远距离扫描，扫描结果 ：TNT 炸药、雷管、工业硝酸铵、是军火。我的心跳漏了一拍，这是本地最大的黑帮势力黑沙帮的走私据点。看着那些不仅能炸丧尸，更能炸开任何防御工事的 TNT， 我舔了舔嘴唇，这简直是送上门的大礼包啊！有了这些炸药，我就有了最后的底牌。既然碰上，那就不好意思了。我悄悄利用系统空间的特性，绕到了仓库的后方，把手贴在仓库内薄薄的彩钢板墙地上，这个距离正好在系统的收取范围内。系统锁定仓库内所有爆炸物，全部收取。仓库内正在搬运的小弟只觉得眼前一花，刚才手里还沉甸甸的箱子突然就没了，空气突然安静了。10几个黑帮大汉保持着搬运的姿势，手里抓着空气，大眼瞪小眼。卧槽，箱子呢？见鬼了！龙哥，不好了，货没了，全没了！光头老大冲过来，看着空荡荡的仓库，脸上的表情从愤怒到惊恐再到怀疑人生。是谁干的？给老子滚出来！他拔出手枪对着空气疯狂乱挥。而此时的我早就趁着混乱翻出了港口的围墙，消失在夜色中。倒计时24小时，最后一天的城市依旧喧嚣，没人知道这是旧世界的最后余晖。气象台发布了寒潮蓝色预警，预计明天气温将下降10到15度，大家都没当回事，顶多就是多穿条秋裤的事儿。我没有再出门，待在西郊的堡垒里做最后的检查。所有的门窗都已经焊死，只留下了唯一的主进出口。我打开手机，最后看了一眼朋友圈，景清在1小时前发了一条动态，虽然冬天要来了，但心是暖的，谢谢学长给的惊喜，未来可期。某些人就抱着你的烂钱发霉吧。我笑了，笑得无比灿烂。我点了个赞，然后在下面评论了一句：好好享受这最后的风吧，很快它就会变得很热情的。就在这时，窗外原本淅淅沥沥的小雨突然停了，紧接着一颗足有乒乓球大小的冰雹重重地砸在防盗玻璃上，随后是第2颗、第3颗，冰雹如子弹般倾泻而下。紧随其后的是狂风怒号，气温开始断崖式下跌。手机屏幕上紧急新闻弹出，紧急插播：受超强极地涡旋影响，全球气温将在未来3小时内骤降50度，请所有市民立刻回家，立刻回家！这不是演习，末世降临，仅仅10分钟，窗外的世界就变了颜色。路面在极短的时间内结了一层厚厚的黑冰，10几辆车撞在一起，瞬间燃起大火。但火焰还没来得及蔓延，就被极寒的空气压制，变成了诡异的冻结状态。车里的人惊恐地想要推门逃跑，但车门已经被冻死。有人砸碎车窗爬出来，刚一接触到外面的空气，整个人就像是被抽干了热气，动作瞬间僵硬，脸上的惊恐表情凝固在脸上，变成了一尊尊栩栩如生的冰雕。室内温度计显示，外界气温已经跌破了-30度，并且还在以每分钟1度的速度下降，而安全屋内温度恒定在24度。我脱掉了外套，只穿了一件单薄的 T 恤，将一片烫得刚刚好的和牛塞进嘴里，舒服。与此同时，市中心的一栋高档公寓里，好冷啊！怎么回事？暖气怎么停了？景清裹着那条刚买的羊绒被，依然冻得瑟瑟发抖。就在刚才，整个小区的供暖系统因为管道爆裂而瘫痪了，屋里的温度已经降到了-5度。虽然这还没有到致死的程度，但对于娇生惯养的景清来说，已经是地狱了。学长，快想想办法，我们要冻死了！他推了推身边的陈旭，陈旭也冻得够呛，他正疯狂地把所有的衣服往山上套。别吵了，我也冷，这鬼天气怎么说变就变，赶紧找找有没有暖宝宝。暖宝宝都在那个箱子里。景清指了指角落，两人手忙脚乱地翻找，却发现只剩下不到10片暖宝宝，这根本撑不过今晚。对了，你哥不是有钱吗？他肯定住大酒店或者买了什么取暖设备，快给他打电话。景清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颤抖着手抓起手机拨打我的号码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。操！景清气得把手机摔在沙发上。这个混蛋竟然敢关机！别急，陈旭眼神闪烁。我想起来了，之前我在南城批发市场见过你哥，我离得远，但隐约听见他反复提西郊还有工厂，那边正好有个废弃的工厂，这种时候他肯定在那边躲着，我们去找他。现在外面这么大的雪。景清看着窗外恐怖的风雪有些退缩。不去就是等死，这雪一时半会儿停不了，再过几个小时家里水管都要冻裂了。我们有车里有空调，只要找到你哥，凭你的系统和我的脑子，还怕治不了他，到时候他的物资就是我们的。贪婪战胜了恐惧，两人裹着所有的衣服艰难地冲下楼，钻进了车里。汽车发动，当暖风吹出来的那一刻，两人都松了一口气。走，去西郊。景清眼中闪过一丝狠厉，等见到了景不凡，我一定要让他跪在雪地里给我道歉，求我原谅他之前的无礼。而此时的西郊，我正盯着监控屏幕上的一个角落，那里几只流浪狗正蜷缩在一起瑟瑟发抖。突然，其中一只狗的身体猛烈抽搐起来，它的眼睛瞬间冲却变成了赤红色，一声凄厉而不似生物的嘶吼响彻荒野。那只异变的丧尸犬猛地扑向了身边的同伴，鲜血喷溅在雪地上，瞬间冻结成红色的冰晶。这不是普通的病毒，这是饥寒尸毒。它们不怕冷，甚至越冷越兴奋。我放下了筷子，终于来了。我站起身走到控制台前，按下了那个红色的按钮，一级战备防御模式启动。厂房外围第一道防线的高压电网瞬间通电，蓝色的电弧在风雪中噼啪作响。我端起红酒杯，对着监控里的风雪遥遥敬了一杯。欢迎来到地狱，我的客人们。西郊
郊的暴风雪已经演变成了一场白色的灾难，能见度不足5米，一辆白色的宝马 X5像个醉汉一样，在积雪已经半米深的公路上艰难蠕动。怎么还不到？你不是说只有20公里吗？景清坐在副驾驶上，身上裹着2条羽绒被，依然冻得上下牙齿疯狂打架。别吵！陈旭握着方向盘的手已经失去了知觉，全是青紫色的冻疮。导航显示就在前面了，该死，这路根本看不清。一声脆响，车身猛地一沉，随后彻底熄火，底盘被路中间的一块坚硬冰岩卡死。车坏了！陈旭绝望地砸了一下方向盘，结果手砸在冰硬的皮套上，疼得他龇牙咧嘴。什么？景清尖叫起来：“你想让我死在这里吗？陈旭，你这个废物！”闭嘴！有本事你来开！陈旭也爆发了，求生欲压倒了平月的伪装。下车，前面那个黑影应该就是工厂，走过去。两人此时已经没有了别的选择，留在车里只有冻死一条路。他们裹紧了被子，像2只笨拙的企鹅，跌跌撞撞地冲进了风雪中。景清感觉自己的肺都要被冻炸，每一次呼吸都是一次零食。500米这平日里几分钟的路程，他们走了整整半个小时。当那座钢铁巨兽般的废弃工厂出现在眼前时，两人几乎是跪着爬到了大门口。然而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愣住，这哪里是什么废弃工厂，这分明是一座钢铁堡垒。原本破旧的红砖墙被一层银灰色的金属杆完全覆盖。景清冲到那扇巨大的纯钢大门前，疯狂地拍打着门板。景不凡，景不凡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开门啊！哥，我是青青啊，我快冻死了，你快开门让我进去。景不凡，我是陈旭，我们是亲人啊，你怎么能见死不救？两人声嘶力竭地喊着，声音很快就被狂风吞没。屋内我正坐在巨大的真皮沙发上，面前是一整面墙的监控屏幕，画面里2个模糊的热成像红影正贴在大门上，像2只可怜的苍蝇。我手里端着一杯刚醒好的拉菲，轻轻摇晃，旁边的小铜锅里红油翻滚，散发出令人疯狂的香辣味。系统打开外部扩音器，我淡淡的下令已开启。门外的扩音器发出一声电流音，吓了两人一跳。紧接着一个慵懒平静，甚至带着一丝笑意的声音在风雪中响起：“谁啊？大半夜的，不知道扰民犯法吗？”听到这个声音，景清眼泪瞬间下来了。哥，是我是你妹妹，快开门，外面太冷了，我们要死了。妹妹啊！我的声音不紧不慢，伴随着吸溜一声，这鸭肠烫的稍微有点老了。你说你是谁？门外的景清差点一口气没上来。我在外面冻得像条狗，你在里面吃火锅，而且还是鸭肠。那股该死的想象力让他瞬间分泌出了唾液，肚子不争气的叫了起来。景不凡，你别装傻，我知道你听得见，我是景清，你唯一的亲妹妹，你快开门，等进去了，我再跟你解释之前的事，那都是误会。误会？我放下了筷子，拿起麦克风，看着屏幕里那张扭曲的脸，眼神骤然变冷，让我滚是误会，还是说你让我像狗一样死在你面前也是误会？那是气话。景清慌了。哥，你是个男人，怎么这么小肚鸡肠？以前我做错了，我不对，我现在给你道歉行了吧？对不起，行了吗？快开门啊！这哪是道歉，这分明是命令。在他看来，只要自己低头说了这3个字，我就必须原谅他。这是20年来的规矩，可惜规矩变了。道歉有用的话，还要警察干什么？我冷笑一声，既然你这么有骨气，那就用你的最强异能进来啊！你不是有清空系统吗？这扇门碍你的眼了，把它清空啊！这句话像是一道闪电击中了景清。对啊，我有系统。他是被冻傻了，竟然忘了自己也有系统。好，你不开门，那我就自己开，到时候你别求我。景清眼中闪过一丝狠厉，他深吸一口气，把冻僵的手猛地按在了那扇刀门上，体内的能量在涌动。清空，一道红光从他掌心爆发，狠狠地撞击在门板上。然而预想中大门消失的画面并没有出现，相反，那道红光像是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墙，瞬间反弹回来，震得景清手臂发麻，整个人向后跌坐在雪地。系统警告：目标物体密度过大，且受到高等级能量加固，空间锚定，宿主当前等级 LV1，无法清除，强行清除需消耗生命力。不可能！景清难以置信地看着那扇纹丝不动的大门，我的系统是最强的，怎么会连扇门都弄不开？扩音器里传来了我毫不留情的嘲笑声。忘了告诉你，这扇门我用了500万的航天级合金，而且我的系统好像刚好克制你，你的清空清不掉我的囤火。现在滚远点，别脏了我家门口的雪。扩音器关闭，紧接着大门上方的探照灯突然亮起，2道刺眼的强光直接打在两人脸上，晃得他们睁不开眼。景清坐在雪地里，感受着那深入骨髓的寒意，看着那扇永远无法打开的门，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真正的绝望。半小时过去了，景清和陈旭并没有离开，因为车坏了，他们只能蜷缩在工厂大门的一个被风凹槽里。怎么办？我感觉不到脚了。景清的嘴唇已经变成了乌紫色，睫毛上挂满了冰珠。陈旭更是惨，他把本来就少的衣服给了景清一件，现在整个人都在剧烈抖动，眼神已经开始涣散。别睡了就醒不过来了。就在这时，头顶上方一股浓郁到让人灵魂出窍的香气飘了出来，两人费力地抬起头，想吃吗？我站在2楼的露台上，手里端着那碗没吃完的火锅。景不凡，求你了，给我一口，就一口热汤。陈旭终于崩溃了，他跪在雪地，对着上方疯狂磕头。我以前还教你打过篮球，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救救我！情分？我笑了笑，随手夹起一块刚射好的肥牛。当初你们把我关在门外的时候，讲过情分吗？我手一松，那块冒着热气、滴着红油的肥牛掉在了两人面前那堆脏兮兮的积雪里。
陈旭几乎是下意识的就要扑过去抢，但景星比他更快。我的一把抓起那块沾着脏血的肉，直接塞进了嘴里，连嚼都没嚼就吞了下去。那一瞬间的热量让他发出了一声满足的呻吟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。景星流着泪点头，既然吃饱了，就赶紧滚吧。我的安保系统检测到有些小朋友被刚才的味道吸引过来了，两人还没反应过来，远处的风雪中突然亮起了几双绿油油的眼睛，低沉的咆哮声顺着风传了过来，是那几只变异的丧尸犬。好，快跑！陈旭反应最快，一把拉起景星就要往外冲，但地面都是冰雪，两人脚下一滑，重重的摔了个狗吃屎。第一只丧尸犬已经扑了上来，血盆大口直接咬向陈旭的大腿。救命啊！景不凡，救命！陈旭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叫，他拼命踹那只狗，但对方根本没有痛觉。危急关头，陈旭眼中闪过一丝毒辣，他猛地抓住身边的景清，用力往狗嘴里一推，自己则借力往旁边滚去。学长，你干什么？景清惊恐的尖叫，眼看着那张腥臭的大嘴就要咬断他的脖子，生死一瞬，求生欲战胜了恐惧。景清死死盯着那只扑面而来的狗头，脑海中那个红色的图标疯狂闪烁，他在心中怒吼：给我消失！那只巨大的藏獒头颅在距离景清鼻子只有1厘米的地方被直接抹除，只剩下半截无头的狗尸，重重的砸在景清身上，把他压得差点吐血。宿主击杀1级变异生物，获得经验值10点，体力透支警告。景清感觉力气像是被抽离了一样，眼前一黑，差点晕过去，但他活下来了。这出戏还算有点意思。我放下了手中的望远镜，眼神中闪过一丝玩味。既然不想走，那就给你们指条明路吧。我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带着一丝恶魔般的诱导。往东走200米，有个保安亭，那是以前看门大爷住的地方。虽然玻璃碎了，但好歹有个顶，那是你们今晚唯一的生机。说完，窗户彻底关闭，只剩下黑暗中瑟瑟发抖的两人和周围越聚越多的绿眼睛。走，去保安亭。景清推开身上的狗尸，踉跄着爬起来。他看都没看陈旭一眼，刚才那一推他记住了。两人在丧尸犬群合围前的最后1秒，连滚带爬的冲向了那个破败的保安亭。保安亭很小，四面漏风，两人用废弃的木板和破报纸勉强堵住了窗户，瘫坐在满是灰尘的地上大口喘息。青青，你没事吧？陈旭透过来想要去拉景清的手，脸上带着讨好的笑容。刚才我是想推开他，不是推你，你别误会。滚开！景清冷冷地甩开他的手。经过刚才那一遭，他那天真的小白花外壳终于碎裂了一角，露出了里面自私冷血的本质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陈旭，以前我是看你长得帅，学习好才养着你，现在你就是个废物。景清靠在墙角，闭着眼睛恢复体力。从现在开始，要是再敢对我动手动脚，我就让你像那条狗一样，脑袋搬家。陈旭浑身一僵，眼中闪过一丝怨毒，但很快掩饰了下去。他知道现在的景清手里握着那个恐怖的清空系统，杀他易如反掌，他只能忍。与此同时，200里外的安全屋地下室，我躺在恒温按摩浴缸里，手里拿着一个平板电脑。虽然公网断了，但我安装的军用级卫星接收器依然能收到全球信号。屏幕上世界各地的新闻正在滚动播放。华夏区紧急通告，国家已启动最高等级应急预案，各地官方避难所已开放，请幸存者就近前往。本市避难所位置：成东体育中心第7号避难所。我看着这个坐标，上一世那里确实是初期最大的官方据点，但正是因为人太多，物资消耗极快，加上管理混乱，不到1个月就发生了那场著名的粮仓暴动，死了几万人。看来历史的轨迹并没有改变。我关掉新闻，打开了系统界面，当前囤货总量32000吨，系统等级 LV1，经验值0%，升级条件收集10枚1级丧尸晶核。晶核上一世人们直到末世第3个月才发现丧尸脑子里的晶核可以用来提升异能，而我现在就知道景清那个蠢货刚才只顾着杀狗保命，却把最珍贵的战利品留在了雪地里，那是我的经验包，可不能浪费了。我换上了一套轻便的内米保暖战衣，拿起战术斧，我决定出门溜达一圈。就在这暴雪肆虐的第一夜，去收割我的第1桶金，顺便去看看那2只看门狗有没有被冻死。我穿着一套全封闭式的内米加热作战服，在西郊荒原上移动。前方50米处，那群丧尸犬正围着保安亭打转，一共7只。我调整呼吸，猛地从藏身的雪堆后冲了出去。第1只丧尸犬还在对着保安亭低吼，根本没反应过来，我的斧头就已经到了。一声闷响，战术斧直接劈开了他坚硬的头部，击杀1级丧尸犬，经验+5。这一动静瞬间惊动了其他6只恶犬，领头的那只体型最大的藏獒丧尸猛地转过头，那双泛着幽日光芒的眼睛死死盯着我。他后腿一蹬，庞大的身躯像坦克般撞了过来。就在他扑到我面前半米的瞬间，收！我左手对着藏獒脚下的地面，那一瞬间，藏獒脚下直径2米的冰层连同冻土凭空消失，藏獒脚下一空直接栽了进去。这你病要你命！我紧跟着跳下深坑，手中的战术斧在空中划过弧线，斧刃斩在藏獒脆弱的脖颈连接处，一颗狰狞的狗头滚落，击杀精英级丧尸犬，经验+20，掉落物品1级力量晶核+1，出了！我心中一喜，蹲下身忍着恶心在藏獒脑壳里
里摸索，很快掏出一颗指甲盖大小、散发着淡淡红光的晶体，这就是末世最硬的铜火。晶核是丧尸力量的源泉，也是人类进化的钥匙。坑上面剩下的5只丧尸犬还在狂吠，却因为畏惧深坑不敢下来。我抬起头，露出了一个残忍的笑容。别急，一个个来，都是我的经验宝。意念一动，我从空间里取出了一把改装过的射钉枪。接下来的5分钟，我站在坑底，就像是在打靶。战斗结束，爬出深坑，我将所有尸体都摸了一遍，运气不错，7只狗一共给我贡献了3颗晶核，系统经验条已经涨到了45%。将晶核扔进空间里，我走向保安亭，里面空无一人，只有杂乱的脚印和墙上用指甲刻下的一行字：景不凡，你等着。呵呵，生命力还挺顽强。我不屑地冷笑一声，我并不担心这2只蚂蚱能翻起什么浪花。在这末世，活着往往比死更痛苦，特别是对于那2个心理天高、命比纸薄的人来说。既然去了官方避难所，那就好好享受那里的福报吧，那里才是真正的修罗场。我转身离开，背影消失在风雪中。这一次出门，不仅验证了我的战斗力，更让他确定了一件事：在这个规则崩坏的世界里，只要够强，这里就是我的游乐场。而我的下一个目标是市中心的第1人民医院，那里不仅有丧尸，更有我急需的抗病毒血清。虽然不能解尸毒，但能治愈普通流感和感染，在前期至关重要。与此同时的城东体育中心，这里已经被改造成了临时避难所，数千名幸存者挤在入口处，哭喊声、咒骂声、求救声混成一片。荷枪实弹的士兵神情紧张地维持着秩序。不要急，排好队，接受体温检测，有伤口的立刻隔离，物资有限，每人每天只能领1碗粥。想吃饱的去报名参加搜救队。景清和陈旭混在人群中狼狈不堪。站住，干什么呢？一名士兵拦住了试图插队的2人。我是觉醒者，我是觉醒者！景清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疯狂地挥舞着双手大喊：我有异能，我是特殊的，让我进去！我要见你们的长官！觉醒者。士兵愣了一下，虽然上面确实下发了文件，说要注意甄别有特殊能力的人，但这几天来冒充的人太多，证明一下。士兵冷冷地说。景清深吸一口气，强忍着体力的透支和饥饿带来的眩晕，对着路边的一块巨大的路障石墩伸出了手。消失吧！红光一闪，那个重达几百斤的石墩瞬间凭空消失，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。周围的人群瞬间安静了，士兵的瞳孔剧烈收缩，立刻拿起了对讲机。的确，入口发现1名空间系，不对，是消除系觉醒者，请指示。5分钟后，景清和陈旭被带进了一个温暖的办公室。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是一个穿着军大衣的中年男人，他上下打量着景清。你说你的能力是清空？王主管手里转着一支笔，能清空多大的东西？能清空活人吗？直径2米以内的东西都能清空。景清因为终于感受到了暖气，说话稍微利索了一些。活人我也能杀，要在刚才来的路上，我杀了一只变异的藏獒。长官，我是战斗型人才，我要住单间，我要吃肉。王主管笑了，那是听到了什么好笑话的表情。战斗型小姑娘，你杀一只狗就觉得自己无敌了？他站起身走到窗边，指着外面密密麻麻的尸潮。现在的丧尸数以万计，你那种一次只能杀一个，用几次就虚脱的能力，在战场上连个屁都不是，狙击手一枪就能做到的事，为什么要派你去送死？景清的脸色瞬间僵硬。不过嘛，王主管话锋一转，眼神落在了外面被积雪覆盖的跑道上。你的能力虽然杀怪不行，但干别的很合适。现在大雪封路，物资车进不来，飞机的跑道也被雪埋了，我们需要清理出一条生命通道。你的能力用来铲雪简直是神迹。铲雪？景清感觉受到了奇耻大辱。我是觉醒了金手指的女主，是注定要成为末世女王的人，竟然让我去当清洁工，我不干！我是异能者，你们怎么能这么羞辱我？不干！王主管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。在这里，不干活就没饭吃，就算是觉醒者，也是按劳分配。你可以选择不干，那就滚回外面的雪地里去。他挥了挥手，旁边的2个士兵立刻上前一步，枪口微微抬起。陈旭吓得腿都软了，赶紧拉住景清的袖子，拼命使眼色。青青，别冲动，先留下，先活下来再说。景清看着那黑洞洞的枪口，又想到了外面那地狱般的寒冷，他的骄傲碎了。我干！他咬着牙屈辱地低下了头。半小时后，景清被编入了特种清理队，编号098。他的工作很简单，站在工程车的前面，对着前方厚达1米的积雪和废墟不断释放技能，清空。前方的雪墙消失一段，车队就前进一段。每释放一次，他就感觉身体像被吸干了一样。快点，磨蹭什么呢？后面的车队等着呢。监工拿着喇叭大吼，稍微慢一点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。而陈旭因为没有任何能力，被分配到了最底层的搬运组，他的任务是把那些冻死或者被咬死的人抬到焚烧坑里去，那里的臭味简直能把人熏晕，而且随时有被感染的风险。但为了活下去，为了能分到那半个发霉的馒头，他只能忍。深夜2人瘫倒在体育馆看台下的通铺上，这里挤着几百人，汗臭味、脚臭味混合在一起。景清看着自己红肿溃烂的双手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不应该是这样的，明明我有系统，明明我是重生的。他想起了景不凡，想起了那个温暖的壁炉。景不凡，你现在一定很得意吧？景
景清死死抓着脏兮兮的毯子，指甲陷进肉里。你等着，只要我爬上去，只要我能见到这里的最高指挥官，我一定会让你把吃进去的都吐出来。此时的市地医院门口的广场上挤满了被冻结的丧尸群，这些东西并没有死，只要一感知到活人的热量，他们就会立刻苏醒。系统开启精英立场，我花费了少量的能量，在身体周围形成隔音层，利用飞虎爪直接攀爬到3楼的窗户处。3楼是药房，这里的丧尸比较少，解决掉几个游荡的护士丧尸后，我走到货架前，手掌拂过，一排排药品瞬间消失。就在扫荡到一半时，楼下传来了激烈的枪声。我走到窗边向下看去，只见2辆改装防爆车撞开了医院大门，7、8个全副武装的暴徒正在扫射丧尸，车上的标志是一只黑色鲨鱼。黑鲨帮又是这群人，看来他们也意识到药品的重要性，趁着夜色来抢劫了。冤家路窄啊！我冷笑一声，并没有急着离开，反而找了个舒服的姿势靠在窗边，看着楼下的好戏。黑鲨帮的火力很猛，他们很快就清理出了一条路，直奔大厅电梯。但枪声太响了，不仅仅是广场上的丧尸，就连周围几条街区的丧尸也被吸引过来。就在黑鲨帮的人冲进大厅时，地面突然炸裂，一只身高超过3米、浑身肌肉虬结的巨大丧尸从地下撞了出来。2级变异体暴君力量型，我的瞳孔微微一缩，这么快就出现2级变异体了？卧槽，这是什么怪物？黑鲨帮的人吓傻了，几把 AK 同时开火，子弹打在暴君身上，竟然只溅起几朵血花。暴君怒吼一声，随手抓起身边的一辆废弃担架床，像是扔飞盘一样砸了过去。2个黑鲨帮的小弟直接被砸成了肉泥，场面瞬间失控。好机会！我的眼睛一亮，那只暴君的2级晶核可是能让我直接升级，并且大概率能让我觉醒新技能。我耐心的等待着，等黑鲨帮的人消耗暴君的体力。5分钟后，大厅里安静了，7个黑鲨帮成员全部变成了尸体，而那只暴君也受了重伤，正呼哧的喘着粗气，趴在地上啃食尸体来恢复伤势。就是现在，我像一只苍蝇从3楼一跃而下，在空中从空间里取出一捆 TNT 炸药，点燃引信，送你个大宝贝。暴君张开大嘴，下意识的以为是食物，一口咬住。我翻滚落地，躲到承重柱后，剧烈的爆炸声震的整栋楼都在颤抖。烟尘散去，暴君脖子以上的部分已经彻底消失了，只剩下一具无头的巨大尸体倒在血泊中。我走过去，在碎肉堆里翻找，终于找到了一颗核桃大小的晶核，获得2级力量晶核加1，检测到高纯度能量源，是否立刻吸收升级？是。手中的晶核瞬间化作一股暖流钻入掌心，我感觉全身的骨骼都在噼啪作响，力量在疯狂涌动。系统升级成功，当前等级 LV2，解锁新功能，空间利刃初级，消耗精神力，在现实空间中制造一道长达1米的空间裂缝，无视物理防御，切割一切物体，无视防御。我看着自己的手掌意念一动，一道漆黑如墨的细线在我指尖浮现，我轻轻对着旁边那辆防爆车的厚重装甲划了一下，像切豆腐一样，坚硬的钢板直接被切开了一道平滑的口子，强的离谱。我满意的收起异能，看向那2辆还未熄火的防爆车，车里装满了黑鲨帮这几天搜刮来的物资。谢了，兄弟们！我对着地上的尸体挥了挥手，连车带货全部打包带走。这次医院之行不仅搞到了药，升了级，还顺带发了一笔横财，这才是末世该有的节奏。末世第15天，第7号官方避难所，这里的空气已经不再流通，空气中弥漫着酸臭和绝望的霉味。曾经容纳5万人的体育馆，如今只剩下不到3万人，秩序已经崩塌。随着发电机彻底熄火，最后一丝文明的光亮也消失了。黑暗中人不再是人，而是饥饿的野兽。没有吃的了，把舱口打开。长官自己在里面吃独食，让我们啃树皮。暴动毫无征兆的爆发了，数千名饿红了眼的幸存者冲破了卫兵的防线，像潮水一样涌向核心管理区。枪声、惨叫声、撕咬声混成一片。景清缩在看台的角落里，手里紧紧攥着那把早就卷刃的铲雪锹。他这1周过得生不如死，原本白皙的手上全是冻疮和血泡。那个轻功系统让他沦为了高强度的苦力。晴晴，快跑！这地方完了！陈旭一脸血的冲过来，听说外面的怪物群已经突破防线了，这里马上就要变成死地。跑，往哪儿跑？景清绝望地看着外面漫天的风雪，外面零下60度，出去就是死。去西郊去找你哥。陈旭一把抓住他的肩膀，用力摇晃。我想通了，之前我们2个人去不行，但如果带着这几千人一起去呢？你哥那个堡垒再坚固，能挡得住军队和几千个疯子吗？景清愣住了，陈旭的声音像恶魔的低语。你知道那个王主管手里还有几辆装甲车和重武器吧？如果你告诉他西郊有一个囤满物资、有暖气有电的地下堡垒，你觉得他会怎么做？景清的眼神变了，从绝望变成了怨毒，最后化为一种疯狂的决绝。是啊，凭什么我在地狱里挣扎，你景不凡却在天堂里享福？既然你不肯开门救我，那我就把地狱引到你门口，要死大家一起死！核心办公室内，王主管满头大汗地指挥着手下销毁文件，准备撤离。长官，我知道一个地方。景清闯了进来，也不管指着他的枪口，大声喊道：我知道哪里有物资，几万吨的物资，还有发电机，还有绝对安全的防御工事。王主管猛地回头，死死盯着他。你说什么？你要是敢撒谎，我现在就毙了你！我没撒谎，那是我亲哥的地方，他是囤货系觉醒者，末世前他就把全市的冷库都搬空了，就在西郊废弃工厂，只要攻下那里，我们就能活。
所有人都能活。王主管的眼睛亮了，那是绝境逢生的贪婪光芒。好，很好，传令下去，所有人听着，不想死的，不想饿肚子的，都给我走！目标西郊，谁打下来，里面的物资随便拿。消息像病毒一样在避难所传播。西郊有粮仓，有个自私的富二代囤了几万吨肉，杀过去，抢光他。原本互相残杀的暴民们瞬间有个共同的目标。半小时后，一支由5辆装甲车开路，10几辆改装卡车跟随，后面浩浩荡荡跟着数千名幸存者的队伍冲入了暴风雪中。景清坐在领头的装甲车里，手里握着王主管给的一块压缩饼干，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意。哥，这次我带了千军万马来给你拜年，我看你还怎么不开门？而在队伍的最后方，那些闻着生人气息而来的尸潮也悄无声息地跟了上来。死神正在收网。钢铁堡垒的警报声并没有响，取而代之的是一首激昂的命运交响曲。我穿着一身黑色战术风衣，站在2楼的防弹落地窗前，手里端着一杯红酒，俯瞰着远处那条在雪地里蠕动的长龙。终于来了！看着监控屏幕上密密麻麻的红点，我嘴角上扬，系统界面弹出警告：检测到大规模敌对目标接近，敌方配置装甲车 X5、重机枪 X3、RPG 火箭筒 X5、觉醒者 X12以及3000多位武装暴徒，后方跟随目标1级丧尸群 X5000架，2级变异体 X3，真看得起我！我轻轻抿了一口气红酒，我丝毫不慌，甚至有点兴奋。这几天在家闲的都快长毛了，除了升级异能就是看老电影，那种刀尖上跳舞的刺激感才是末世最大的乐趣。车队在距离工厂500米的地方停下，扩音器里传来了王主管的声音，里面的警不凡听着，我们是第7避难所官方搜救队，现依法征用你的物资和避难所，请你立刻解除武装，打开大门，只要你配合，我们可以给予你特别顾问的身份，保证你的安全。特别顾问，我对着麦克风嗤笑一声，是特别奴隶吧？我的声音通过音响传遍全场，带着毫不掩饰的嘲讽。王主管是吧？我记得上一世，哦不，我记得你最喜欢把觉醒者切片研究了，怎么这次想研究我的空间？王主管脸色一沉，他没想到对方这么油盐不进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景清，你不是说你能破门吗？上去喊话，让我看看什么是亲戚。景清被推了出来，他拿着喇叭站在装甲车顶上。请不凡，你已经被包围了，你看看这些人，他们都快饿死了，你一个人占着这么多物资，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现在打开门，大家还能念你个好，否则等我们冲进去，你会被撕成碎片的。撕成碎片？我摇了摇头，手指轻轻放在控制台的一个红色按钮上。妹妹啊，你还是这么天真，你以为带这么多人来是威胁我？不，你是在给我松怒杖啊！开火！王主管失去了耐心，一枚 RPG 火箭大呼啸着撞向工厂大门。然而就在他即将击中大门的瞬间，一道无形的屏障亮起，火箭弹像是撞上了一面镜子，诡异的掉头，直接射向了旁边的一辆卡车。那辆满载着暴徒的卡车瞬间被炸成了废铁。什么？所有人惊呆了！反击！给我打！无数子弹像暴雨一样倾泻在墙壁上，但只能溅起火星，连漆皮都没蹭掉多少。我打了个响指，该我了。随后按下了按钮，防御系统序列2，地雷阵启动。冲在最前面的暴徒脚下的雪地突然塌陷，数百枚地雷接连爆炸，雪地瞬间被染红，几百人直接蒸发。退，快退！人群惊恐的向后挤，但后面的人还在往前冲，场面瞬间乱成一锅粥。就在这时，后方的雪原上传来了震耳欲聋的嘶吼声，被爆炸声和血腥味吸引来的上千只丧尸终于露出了獠牙，在鲜血的刺激下，他们像风斗一样扑进了人群的后方。救命！丧尸，后面有丧尸！腹背受敌！景清，快用你的异能清空前面的雷区！快！王主管急红了眼，拿枪顶着景清的脑袋。景清吓得浑身发抖，他拼命对着前方释放清空，但雷区太大了，他的那点体力简直是杯水车薪，不到1分钟他就鼻血狂流，瘫倒在车顶上。我不行了，真的不行了，废物！王主管一脚把他踹下车，钻进装甲车就想掉头逃跑，但我怎么可能让他跑？来都来了，留下点什么吧。我站在露台上，抬起右手，对着那辆正在转向的装甲车虚空一握，空间利刃，一道肉眼可见的黑色裂缝在空中划过，没有任何声音。那辆重达10几吨的装甲车连同里面的王主管直接被拦腰切成了2半，全场死寂，似乎都被这一击的威力震慑住。这就是神的力量吗？陈旭躲在死人堆里，看着那个站在高处如神明般的男人，裤子瞬间湿了一片。战斗持续了整整3个小时，除了少数趁乱逃进雪地深处的人，那3000多人的队伍基本全灭，尸横遍野，鲜血的热气融化了积雪，又迅速冻结成了一层厚厚的红冰，将这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露天停尸场。丧尸群也被我用重机枪扫射清理的差不多了，风雪停了，一轮惨白的月亮挂在天边，照亮了这人间炼狱。大门前只剩下最后2个活人，景清和陈旭，他们运气好，因为一开始被踹下车，又躲在装甲车的残骸下面装死，才苟活到现在。大门缓缓打开，我手里提着那把战术斧，一步步走向2人。哥哥，景清跪在地上，满脸是血，他像条狗一样向我爬来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是被逼的，是王主管逼我来的，你知道的，我胆子最小了。对，是他们逼我们的。景不凡，哦不，凡哥，凡爷，看在我们以前的情分上，把我当个屁放了吧，我以后给你当牛做马。我停在2人面前2米处，没有说话，而是从空间里取出了一套桌椅，我又取出了一套红泥小火炉，点火架锅，倒水放底料，很快香辣的味道再次飘散开来。我又拿出了一盘切得薄薄的羊肉片，慢条斯理的涮了起来。想吃吗？我夹起一块肉吹了吹热气。景清和陈旭的喉咙滚动，眼中满是渴望，但更多的是恐惧。给我吃一口，求你了。
景清哭着哀求。这一幕真熟悉啊！我把肉放进嘴里慢慢咀嚼。上一世我也是这么求你们的，隔着那扇门，我求你们给我一口水，哪怕是一口过期的饼干。你们是怎么说的？景清浑身颤抖，不敢说话。你们说物资是留给有用的人的，废物不配浪费空气。我放下筷子，眼神冰冷地看着他们。现在我把这句话还给你们。我站起身，手中的战术斧在月光下闪过寒光。陈旭，我喊了一声。陈旭以为自己有活路，连忙抬头。你说你爱景清，愿意为他去死，是吗？是。陈旭犹豫了一下，看了一眼旁边的景清。只要你杀了他，我就让你进来吃火锅，还能给你一个温暖的房间。我的声音充满了诱惑，甚至我可以给你一支净化药剂，让你也成为觉醒者。一把匕首被扔到了陈旭面前，那是对人性的终极考验。不要！景清惊恐地看着陈旭，身体不到后腿。学长，你不会的，我们是爱人啊！陈旭看着那把匕首，又看了看景不凡身后那温暖通明的堡垒，再看看眼前这个满身污秽、已经毫无价值的女人，那一瞬间，名为爱的面具彻底粉碎。陈旭猛地抓起匕首，面目狰狞地扑向景清。青青，你也听到了，只要你死，我就能活。反正你也没有物资了，为我死一次怎么了？景清尖叫一声，求生本能让他爆发了最后的力量。清空，虽然他的体力枯竭，但这一击还是打中了。陈旭手中的匕首凭空消失，但他的人已经扑到了景清身上，双手死死掐住他的脖子。去死！去死！别挡老子的路！两人在血泊中扭打成一团，像两只野兽互相撕咬，丑陋，极致的丑陋。我冷眼看着这一幕，就像在看一出滑稽的戏码，直到两人都精疲力尽，倒在地上喘息。景清的脸被咬烂了，陈旭的一只眼睛瞎了。精彩！我鼓了鼓掌。不过我骗你们呢。我走到两人面前，举起了斧头。我的安全屋从来不收垃圾。在两人绝望的尖叫声中，手起斧落，鲜血喷溅在洁白的雪地上，像是一朵盛开的梅花。这一世的恩怨终于画上了句号。我没有任何停留，转身挥手，地上的尸体以及远处的装甲车残骸全部被收入了系统的垃圾回收区，门口重新变得干干净净。回到屋内，走到巨大的落地窗前，看着外面依旧肆虐的风雪，世界已经死了，但我还活着，而且会活得很好。我从酒柜里拿出一瓶真糖的威士忌，倒了2杯，一杯洒在地上，祭奠上一世那个愚蠢的自己，一杯举向天空，敬这残酷而精彩的新世界。末世你好，我是景不凡，这里的王。